三中全会之后，现在讲了那么多话，到今天8月2号正式要落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有关部委的文件，真正马上正式要在中国落地的就一个事儿，房地产没有，那都是以前的，各种东西没有，就叫消费税改革。所以消费税改革等于箭在弦上，就要落地了。很多人都没明白为什么消费税改革这个事情要这么快的推，它到底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什么变化？你们大家都应该听过消费税改革吧？对，抱歉，我今天早了，因为记错时间了啊，倒时差飞是1个小时记错了，好吧？有没有人知道消费税地方跟中央分账这个阶段啊？以后就逻辑上呢，以前的消费税征收模式针对中国的现状是更合理的、更应该的。原来的模式说全国各地的消费税都全部征到了中央，中央征收了以后，根据各地方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合理的划拨，所以富裕的地区多交的消费税，但是返还的就少，而把这些钱补充到贫困的地区、财政收入不足的贫困地区，这样通过中央调节来保障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更加均衡，这是逻辑上。现在呢，消费税变成中央跟地方共同征收的，而且地方最少要拿50%以上，地方征收的部分大部分自己征收自己使用。那逻辑上，这样的富足的地方，当地政府征收的多，自己使用就会更富足；贫困的地方自己征收的少，那自己使用用的少就更贫困。所以当消费税变成了不完全由中央征收然后统一分派，反倒是各地方征收1半以上留存在各地，这种情况下逻辑上很不合理，大家想想是不是？那为什么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就会这么快的要落地推广啊？前提有一个改变了，那这个景象就不对了，就是当这种变化出现以后，能够大幅度的增加消费税征收额度，这个时候这个逻辑就合理了。也就是这次所谓的消费税改革，它不管表面上怎么叫，不管所谓模式怎么变，本质上就一个变化，就是为了能够多从老百姓身上收钱，能从中国底层中层的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能为这个东西找到一个借口，就叫消费税改革。那这么做逻辑就很合理了。按原来的消费税体制，要干这种多榨取老百姓血汗、多割韭菜的事儿，显得很突兀。但是换了一个说法就不一样了所以消费税的改革如果导致消费税总量不变，那中央转地方改革就是失败的。但是改革后呢，消费税收取的总量能增加50%甚至100%到200%，那么这次消费税改革对于中共来讲必然就是成功的这种思路实际上在20大三中全会中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消费税改革实际上本质增加消费税收入和允许地方政府扩大非税收收入的范畴和深度是一个逻辑，一脉相承，都是在当地要更狠的刮地皮为了能从中国老百姓身上剥削更多的财富，那么就顺理成章了。我们看看历史上所有的末代王朝都是拼命增加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所以今天干这事一定是顺理成章的那这次消费税改革中，中共也会合理的使用一种新的税收的名称，代替以前咱们大家说的消费税，这样用新名称混淆是非，让老百姓搞不清楚里面的门道。我今天大致讲一下消费税跟以前的本质区别，3个领域都在哪，这已经出文件了，看得很清楚。中国以前的消费税一共就15种税目，税率从1%到56%不等，征收的对象全部都是产品，只对产品征税。那么征收的逻辑，3大类产品收税。第一类，对于环境有破坏的这种商业行为要征税，生产汽车了，汽车排放尾气了，生产鞭炮了，鞭炮炸了污染环境了，这都要征税。第二个，不利于人健康的产品要征税，烟酒征税。第三个，少数高收入人群才买得起专享的产品要征税，奢侈品等等，艺术品等等，这是3类，就这么3类收税。这次调整了，
首先调整了征收的范畴，以前的消费税根据国家的资料只对产品征收，现在明确了扩大到所有服务的范畴。所以以后你要在各种会议所、KTV、高档洗浴、按摩、高端美容美发、高尔夫会员等所有这些高端的服务场所，他们认为是高消费的，都会纳入征税的范畴。所以你要到这里面去洗个澡、消个费，拿到的消费小票就会看到2个钱数，一个洗浴预资支出88，第二个税收支出28，两个加在一起116块钱。对，这就是你以前花88，现在呢因为增加了消费税，你要去负担，所以最后你要花116块钱来享受相关的服务。这就是把范围大大的扩大了，出什么东西都要给你征税。第二呢，改变了税务征收的一个模式，原本的税收是在生产运转过程中扣税，现在改成在终端消费环节扣税了啊。表现现象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原来去加油站加油，那么由于在终端过程中油已经被加过税，所以给你这儿你加50块钱500块钱油就是50、500块钱的油，加油站不会对你另行收费，拿到的小票就是50、500块钱油。现在不一样了，消费税从流通端变成终端，你每次加完油，小票也是2个，上面叫油钱，底下叫税费，100块钱油，底下比如说25块钱税费。这时候原来的销售模式中很多问题可能都需要将来出现，比如说你在加油站买过充值的会员卡呀、加油卡之类的，那这卡里面一定是不会包含新的税费的。那你拿这些卡再加油的时候，怎么计算加油成本啊？可能会就乱七八糟的事，这不重要。为什么这么干？要把产品服务最后税收从流通端变成终端，就是为了扩大征收范畴，多收税的同时，这是第一个，增加地方政府收税的热情。以前呢，税收呢都是中央财政收走的，地方在税收里面没有相关的收益，所以他就不热情。现在呢，如果分开收税，但是税务大量还在流通中，那地方政府也不热情啊。茅台酒在流通中，茅台就收过税了，那终端卖的时候不能收税，那卖茅台的这个地区它就没有什么热情。而新的征收模式就会让地方政府特别有热情，使用各种招数促进消费，因为只有消费了，终端才有税上来。恶意不消费一定会成为地方政府对老百姓实施处罚的常用名目。立马你有钱，你账上有钱，你敢不消费，那就给你逮起来，用各种名义给你弄起来。因为地方民众消费的越多，当地的税收就越多，当地政府就越有更多的自主支配资金，这样就变相的带动了消费了，地方政府征税的意愿就会更强，那意愿强逼迫消费，那消费多了就把消费市场带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呢，那这种方式搁在终端，那就可以让地方政府用上劲儿，强制每个地方去征收税。那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卖出的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政府的态度肯定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是地方政府管。就像最开始说这个高端酒家餐饮放庆大霉素，原来税收是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查抄很正常。现在呢，因为庆大霉素这个事儿，酒店菜肴不能消费了，每一个来结账菜的人，他是要给当地政府供应税收的，不让他卖了，地方税收就少了，所以查抄这种景象不会出现，只会提醒他，哎，少放啊，或者怎么着。毕竟地方政府所有官员的工资奖金都要靠这些企业的擦边行为，甚至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通过销售给客户终端卖出去了才有税，卖出去了才有税来达成。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也用得上劲儿，假冒伪劣产品也可以更多的在中国市场中存在。第三个不同点就是由此确认了将大幅度的提升很多现有商品的税率，这叫跟国际接轨，向国际看齐中共高层已经明确表示，目前中国的烟酒成品油等产品的税率在全世界都是偏低的，像中国的酒类消费税，我们喝的五粮液、茅台只是占了酒类零售价格中的20%左右，应该叫16到18远低于像英国、芬兰等欧洲国家收的50%到60%甚至70%的
税收消费的产品价格里，也低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40%到50%左右的税收啊，韩国还收47%呢。所以中国这个酒才这么点便宜，不行。所以将来你要想喝酒，你就得交消费税啊。对，给你大概确定的，现在还在改制中。比如说，最终给你定30%到40%，那么一瓶酒里面现在只有不到20%是税，以后的酒的价格里会有30%到40%，甚至更高会是税啊。那这些东西啊，烟酒成品油都会借着这一次消费税的改革向上进行调整。这样的呢，这次消费税的改革通过3种大的手段，第一个巨大的扩大征收范畴，把服务加进来啊；第二个增加征收者的热情啊，这消费终端征税；第三个提升很多现有产品税收的额度，这样从综合就能够保证目前消费税改革获得的成功啊。当然我讲了，所谓消费税改革说1000到1万，去你妈的！本质上就是他妈多跟老百姓要钱，变着法儿的设计多跟老百姓要钱啊！中央这次在这次消费税改革提出的预期是，希望改革之后能在原来消费税基础上多增收50%到100%的税收。那他妈原来我他妈收1万亿，现在我要收2万亿，那我给地方1万亿，我还自己拿1万亿的，多牛逼啊！所以能多收多少钱就被列为这次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啊！中国老百姓的好日子，大家自己去想想啊，会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东西自己去看啊，因为网上讲的很多，但是大家都不给你总结到底这次消费税跟以前的消费税变化在什么。我相信不是国内的人不懂，是看得懂的人，国内的人都不敢讲。这他妈讲完了，这不是激起民变呢？中共增加的这些所有的税收都是要消费者买单的，最终出在中国老百姓身上。那这些钱呢，不会还诸于老百姓用，只会让中央或地方政府归还财政上拖欠的大量的债务、本金、利息，或者给公务员补发工资，或者等等。但就确定一点，绝不会用于老百姓身上。哎，然后对于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就可以高声的喊：厉害了，我的国！这就是你的国给中国老百姓最真实的回报啊！我们看历史上，美国、日本等很多西方国家遇见经济大萧条危机的时候，政府做的都是全力以赴的减税，不光减税，还帮助社会底层大量的负债者承担债务，此外还用最大努力减少全社会大众的负担。这是这些国家你们在历史上都常见的，增加给予这些老百姓的社会补贴，就希望这个商业市场能早日恢复繁荣。对，你们都能够看到，所以你也很难想象，这个东西太神奇了。人家都在拼命的减税，帮助你减负，对，然后给你增加补贴。但中国呢，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最好的习惯，就是每到末世王朝就拼命的搜刮民脂民膏，几千年来一贯如此，从无区别。中共的末世王朝也是如此。所以即使现在中国面临到这么大的危机跟萧条啊，中共干的就跟历史上干的一样啊。那现在呢，我们从2大3中全会之后看，所有公告中言明的那么多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口号，能够真正落地带来实际行动显著变化的就一点：消费税改革。消费税改革啊，当然了，这个不是唯一的变化，唯一的改革，因为除了增加税收，我们看到3中全会公告中还有就是可以增加各种非税收，提高非税收的收入深度跟范畴。那么大家想想，非税收罚没还会增加，还有叫做把大家什么水电费价格引入市场化，也就是提高社会大众生活必要资源的价格。这个是3中全会中已经明确指明的方向。消费税作为第一项，以后非税收收入增加第2项，然后再提高所有中国社会大众生活必要资本的价格是第3项。这些东西才是真正中共明确跟大家说引导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呢，我们都可以明确的知道未来这1-2年中共政府针对企业和个人的苛捐杂税会越来越多希望有好的契机到来，让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能早一点
站起来吧！啊，当然了，谁要我说啊，这三中全会还有好的消息，我们现在在国内还有活得不错的产业和机构啊，甚至于外贸的某些领域，我也希望你能够在评论区给大家写出来，因为我不希望大家看不到任何希望，我是挺悲惨的啊，抱歉啊，因为我现在看到的都不是有时候失望了，甚至是绝望啊，因为有些内部消息啊，但是我现在呢还是希望有希望，所以你们能够觉得哪个产业不错，哪个条件好，可以给大家写出来，我看不到的也给大家点希望。